王一博的情绪突然激动起来，暴怒的喊叫声中掩饰着一丝紧张。妈，他也是我的命呀，没有他我也活不了。扑通一声跪到了地上，泪流满面，扬着头朗声道：爸妈，孩儿不孝。话音一落，他身子一俯，重重地将头磕到了地上。王妈妈的眼泪又流了出来。一博，你别冲动。这一刻，虽然他也不知道怎么劝，他什么都不懂，却知道一点，绝对不能让儿子就这样离开。王爸爸胸口又是一阵气闷，我甚至还没有一个男人重要。王一博起身走向门口，虽然背对着父母，王一博的手心已紧张地出汗。最终，在一只脚跨出门外的时候，王爸爸开口了：站住！王一博的心脏砰砰直跳，站在原地一言不发。王爸爸叹了口气，再次问道：如果你出了国，就不能在这个圈子混下去，而他也一样，你们打算以什么为生？王一博转头，坚定地说道：我会骑摩托车，去打比赛，只要能赢就有巨额奖金，所以这方面的事就不用你操心了。那怎么行？王妈妈惊呼：摩托车比赛那可是在玩命，以前你当消遣玩玩那也就算了，难道你还真的打算走这条路？王一博自嘲一笑，不吭声。王爸爸转身，对着一博再次问道：一博，我问你，肖战和摩托车只能选一样，你会选哪个？王一博愣住了，两样都是他的最爱，爸爸却在这个时候让他放弃其中一样，那怎么行？王爸爸似乎找到了台阶，看着犹豫不定的儿子，心中多日以来淤积的怒气一下子得到了舒缓，马上跟着问道：对，两样你选一样，不然别说出国，我连省都不让你出。王一博回到床前坐下，看着父亲，再看了看母亲，没犹豫几秒，便直接回道：肖战，你们看，摩托车是他的命，他竟然连命都不要，只要肖战，你们还能怎样？儿子的命重要还是孙子重要？王爸爸和王妈妈都沉默了，一下子说不出话来。见两人不说话，王一博又开口道：不过我5月有一场比赛，已经报名，是我人生意义上的第一次比赛，我想赢。良久，王爸爸才点了点头，道：既然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，我也没什么好说的，只说几件事。第一，你的私事我可以不管，但这场比赛后，你不准参与这种危险的活动。第二，我不管你私事，但这次过年，你必须待在家里，哪里也不准去，更不准见那个人，那是不可能的，不可能一直待在家里不出去。那就表演完回来，不准见他，至少要给我点时间了解他的背景。你也别高兴得太早，我没打算接受他，只是不想你被骗而已。父亲的态度已经缓和，王一博也知道有些事不能操之过急，点了点头，道：我知道了，在你了解完他所有的资料前，不和他见面。爸，肖战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男生，等你见到他了，你们绝对会喜欢的。两人的谈判最终这样收尾，已经是最好的结果。王一博走出房间，带上了门。他很累，需要休息。待他走后，王爸爸如一个泄气的皮球，瞬间扁了下来。孩子们都长大了，不受控制的感觉真的挺不好受。晚上收工后，肖战已经不知道自己打了第几个电话了，对方一直显示的是关机状态。
这样的王一博让他很担心。王一博犹豫地看着手机，内心正盘算着怎么向肖战解释的时候，电话突然响了。苹果手机独有的铃声一遍一遍地催促着他接电话。手机在他手里，可他还是不知道该怎么按下那个接通键。叩叩，王清随手敲了敲门，也没打算得到他的回应，直接走了进去。为什么不接他的电话？王清也不废话，单刀直入地问道。王一博看了眼捧在手心里的咖啡，犹豫道：我怕忍不住去见他，你就不怕把他吓死？这事我能自己解决。王一博又说道。王清也不打算和这个蠢弟弟废话，走到王一博的面前，并一把拿走他手里捧着的已经凉透的咖啡，叹了口气，道：与其在这睹物思人，还不如直接和他说话。还有，老爸只说你小年夜后到过年前不准见他，又没说现在不准见，你脑子是不是有坑？眼看着手里的咖啡被抽走，王一博刚要发火，却被王清的话给震慑住了。他惊讶地看看手机，又看看王清，道：真的吗？那我可以见他了。屏幕上跳动的肖战两字，犹如魔咒一般，跟着铃声一次一次地敲打他的心房。喂，哥。最后还是没忍住，电话很快被王一博接通了。听到电话里那熟悉的声音，肖战紧绷的神经一下子松了下去。王一博，你为什么不接电话？你手机为什么关机？你到底在干什么？你是要担心死我吗？哥，我没事。王一博听着肖战在话筒里的咆哮，心里一点都不恼，嘴角反而悄悄爬上笑意。他现在觉得自己真是个傻瓜，为什么要在这种事上纠结？告不告诉肖战又怎样？他已经解决了，不是吗？只要听父母的话，打完最后一场比赛，他们就会不再反对两人在一起，这就够了。具体的，等以后有机会再慢慢向战哥解释吧。喂，你怎么不说话？肖战又骂了一通，对方却一直沉默。这样的沉默让他莫名心慌，随即小心翼翼地问道：哥，我没事，真没事，别生气。肖战一愣，好拙劣的借口，叹了口气，果然是不擅长说谎的孩子。算了，你不愿意说就不说吧，我只问你，你好不好？王一博的笑容更大，这样的战歌，要他怎么舍得放弃？果然，用大摩托换来的战歌更有魅力了，连说话的声音都格外好听。我很好，什么都好，身体也好，哥，你不要担心，晚一点我就开手机，让你亲自检查检查，好不好？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，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。你要相信，相信我们会相遇。